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佛历12月夏初9，万象晴，19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5.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16 基普，涨幅 0.17%。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2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2%。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81.36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30.8 点，跌幅 2.35%。开盘 1287.8 点，最高 1287.93 点，最低 1265.88 点。成交量66万3100股，成交金额24亿5361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20基普，交易量26万8600股，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外贸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8900基普，交易额21亿3077万5000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52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9万基普，跌幅 0.4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1月1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越南化工集团推动老挝甘盟省钾盐矿项目。11月12日，越南副总理胡德福访问老挝期间，越南化工集团参与接待，并与老挝政府领导就促进其在甘盟省的钾盐矿项目进行了会谈。该项目由越南化工集团投资，是老越两国在化学工业领域的战略合作象征，投资额约 4.92 亿美元，年产能50万吨。计划于2027年7月推出首批产品。在会谈中，越南化工集团提出了特殊关税和财政优惠机制、环境影响评估审批等建议，以加速项目进度。这些建议得到了老挝政府的积极支持。2. 老挝与朝鲜外长会晤，深化传统友谊。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于11月11日至15日访问朝鲜，应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的邀请。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并两国建交50周年。11月12日，两国外长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迅速落实双方领导人在10月会晤时达成的成果，促进各级别领导人定期互访，加强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就东盟和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交换了意见。通沙万外长邀请崔善基外长在方便时访问老挝。3. 外交部副部长视察南部3个省份。11月10日至12日，外交部副部长兼国家卫报弹药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阿努帕·伊诺乔率团访问了沙湾拿吉、占巴塞和色贡3个省份，重点视察和推动卫报弹药清除工作的质量管理。代表团视察了3个省份的国际和国家级别排雷组织的作业现场。副部长与3个省份的领导及排雷工作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强调了卫报弹药清除质量的重要性。此次视察是老挝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代表团还向色贡省拉玛姆县捐赠了价值超过1亿基普的衣物。4. 瑞士红十字会协调员拜会老挝国家红十字会主席。11月13日，瑞士红十字会亚洲区域项目协调员贝内迪克特·凯林先生率领代表团拜会了老挝国家红十字会主席坦拉万占塔拉万先生。贝内迪克特·凯林先生及其代表团于11月12日至18日在老挝进行工作访问，目的是跟进和推动由瑞士红十字会支持的2025到2028年项目计划在老挝的实施情况。
坎拉万站塔拉万主席对双方关系表示赞赏和高度评价，特别是瑞士红十字会在过去支持的各种项目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随后，贝内迪克特·凯林先生对老挝国家红十字会主席及其团队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5. 老挝启动林业人才奖学金计划。11月11日，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老挝办事处、欧盟和老挝政府联合教育机构及私营部门启动了老挝林业学术教育资助计划，旨在培养新一代林业专业人才，促进国家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该计划是可持续保护和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核心部分，并获得了欧盟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联合资助。仪式上，3所大学的林业学院、3家私营林业公司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向95名学生颁发了首批奖学金。6. 占巴塞省与柬埔寨百位下省举行第10届双边合作会议。11月13日，占巴塞省与柬埔寨百位下省在柬埔寨举行了第10届双边合作会议。老挝代表团由占巴塞省长阿伦塞瑟纳拉，柬埔寨代表团由百位下省长金莱蒂率领。会议对上次合作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积极评估，尤其赞扬了两省边境地区在维护和平与秩序、处理违法行为和规范居民跨境往来方面的良好合作。双方一致同意深化未来合作，重点包括预防和阻止恐怖主义以及跨境犯罪和毒品贩运，提高旅游服务水平，鼓励旅游企业合作，加强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方面的交流合作。双方省长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标志着两省合作将迈向新的阶段。7. 占巴之星青年才艺大赛举行。11月11日，占巴之星青年才艺选拔大赛在万象盛大开幕，旨在通过青年力量构建老挝中国文化交流桥梁。活动同时正式发布了占巴世界平台，多位老挝国家和万象市高级别官员出席了活动。占巴世界平台创始人佩萨蒙松维莱表示，该平台是老挝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一步，旨在接入中国巨大市场，并帮助老挝中小企业实现产品和服务全球化，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本次青年才艺大赛气氛热烈，为青年提供了展示潜力、传播老挝魅力的舞台。比赛设置了总价值1亿5千万基普的奖金。8. 巴塞市红十字会救援队在居民家中捕获青蛇。根据占巴塞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报告，11月13日10点45分，救援队接到群众报警，请求前往巴塞市岗村5公里处协助抓蛇。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长约1米的青蛇，救援队随后将其捕获，并将其释放回远离居民区的自然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